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演啥火啥，谭松韵的抗拒能力，或是90花中的独一份，谁是流量 TOP， 谁是作品实际一姐，这些一直都是网友对于90花格局讨论的最多的话题。在赵丽颖等85花们逐渐开始转型，在作品输出频率上减少后，以杨紫、迪丽热巴为首的90花们也是顺势登上了主舞台。其中，人气和热度不算顶级，作品资源也一般的谭松韵，无疑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位。特别是在新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再度火爆全网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杨紫的《长相思2》还要稳定且出色的情况下，谭松韵演啥火啥，跟谁都能有 CP 感超强抗拒能力，更或是90花中的独一份。作为90花中的一员，五官甜美，气质清新，且以一张娃娃脸出圈的谭松韵，出道以来也是不断的为我们带来诸多优秀的作品。即便是手握诸如《亲爱的麻阳街》、《以家人之名》等诸多口碑代表作，但与杨紫、迪丽热巴、白鹿等人相比，谭松韵依旧是在人气上逊色不少的。但比起杨紫、迪丽热巴等人各种大女主资源不断，动不动就冲上热搜的热度，谭松韵资源平平，更是很少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。而谭松韵的奇特能力就在于，不论是人气、热度，或者是相关剧集配置，甚至在没有任何一部绝对的大女主剧情况下，主演的作品却总能成为当季的黑马，实现收视、热度的双丰收，屡屡能带给我们以惊喜。众所周知，杨紫、迪丽热巴等人能演一部爆一部，自身的超高的流量属性显然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原因。也因为杨紫等人自身的咖位，主演的剧集也总能网罗其一套非常豪华的主创班底，从而让剧集天生就具备非常强的竞争力。但谭松韵却并非如此。谭松韵早期合作的男演员里，除了任嘉伦和徐凯以外，甚至于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流量小生。明初奇人传里的欧豪，亲爱的麻阳街里的许魏洲，锦心似玉中的钟汉良，归路的景柏然等等，不是刚刚转型不久的爱豆，就是人气不在巅峰的演员。即便是以家人之名里的宋威龙和张新成，在当时也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人气。但以上这些剧集却都有着非常优秀的口碑，各项成绩也都能排在同期作品中的前列。担当女主的谭松韵，不论是古装、苗服，又或者是都市造型，颜值都非常的出众，并且在角色诠释上所展现出来的高质量，更是总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也正是有着谭松韵出色的个人表现，以及不断积累的口碑和路人缘，或才能让以上这些纸面实力一般的剧集，惊喜地成为了各个档期中的黑马。即便是进入到事业的高峰，谭松韵所拿到的资源也不过是请叫我总监、向风而行这样偏向于都市职场的剧集，合作的则是重新搞事业的林更新，以及原本就走实力派路线的王凯而已。最后的结果，大家想必也十分的清楚。请叫我总监成为了都市剧黑马，向风而行成为了行业剧中的标杆，谭松韵也再度以出色的个人表现，成为了最大的功臣。现如今，合作徐凯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又再度成为了暑期档最大的黑马，在收视率、热度和口碑等各个方面都足够的出色。谭松韵无疑是再度证明了自己超强的抗拒能力。而之所以能演一部火一部，不论男主是谁，都能与谭松韵展现出足够的 CP 感。这一方面是因为甜美清纯的谭松韵原本就能适配各种类型的男主，在当下男演员人均1.8米的情况下，娇小的谭松韵总能与之有着萌萌的身高差，特别是在霸总和小白花的设定下，相关的 CP 更是非常的好磕。
另一方面则是谭松韵在长时间积累下，已然有着非常纯熟的演技实力，对于角色的表达总能以一种非常自然且舒服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始终保持着对演戏的敬畏，始终保持着认真学习的态度，让谭松韵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不断的提升，相关的抗拒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了。要说流量属性，谭松韵目前仍旧是90花的中游水准，但要说作品质量和成绩，谭松韵却已然是能排在了同期小花中的前列。谭松韵的抗拒能力不是来自所谓的人气带来的流量，而是更多凭借着自身表现以及与角色的高适配度出圈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，若后续90花们需要集体转型时，早已深耕都市题材，并且不断尝试更多有深度和难度角色的谭松韵，或要更为的快速完成转型，成为率先迎来新的事业篇章。2. 你比星光美丽，谭松韵被吐槽，演霸总又被吐槽，演技不是万能的，人红是非多，电视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也不例外。尽管收视率高得像那夏天田野里的玉米一样密密麻麻的，可这口碑却像是那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。观众们有的看了都说好，可有的看了就皱眉头。特别是那个饰演女主纪星的谭松韵，她在这部剧里的表现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。谭松韵可是现在的当红小花，之前演的那些剧，不管是青春校园的还是古装偶像的，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像浪花一朵朵、锦衣之下和锦心似玉，那都是火得一塌糊涂，特别是后者，简直就成了村里的谈资。然而这2年，谭松韵在职场剧这条路上似乎就有点坎坷了。你比星光美丽和向风而航这2部职场剧，谭松韵都是挑战了全新的角色。在这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里，她饰演的是一个创业的女霸总，而在向风而航里，她则成了一名女机长。然而这2个角色，谭松韵都遭遇了不少的吐槽。就像那个女机长程潇，她那小巧玲珑的外形，还有那娃娃脸，看上去顶多就是一个大姑娘，哪里像个英姿飒爽的女机长呢？哪怕她穿上机长的制服，也让人难以把她跟那个角色联系起来。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可这谭松韵似乎就是那种穿衣裳也救不回来的气质。不过也有人说，这也许就是她的特色，就像那村里的老歪脖子树，虽然不正经，但也是一种风景。咱们的电视剧也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，哪怕它现在不那么完美，但谁知道将来不会成为村里的骄傲呢？你比星光美丽里的纪星，那可是独立创业的女精英霸总设定，虽然霸总不一定要那种凌厉霸气的模板设定，也可以是平和亲切的，甚至普普通通的。但问题是，谭松韵一站出来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个校园女生，或者初入社会的年轻女孩，让人带入不到那个创业女霸总的形象中去。其实吧，谭松韵的演技那可是相当不错的，包括这2部剧中角色的设定和表达，从表演的层面来说，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她的性格活泼轻快，就像一个乐观的小太阳，自己阳光得很，同时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满满的温暖和力量。她的表演不仅仅是这一层，还有其他多层次的表达。不管是在生活感情上，还是职场工作中，遇到坎坷和挫折，伤心苦恼的时候，让人不禁怜惜；而重新振作迎难而上的时候，又给人一种自信和力量感。论演技，谭松韵那绝对是专业出色的，但是机长和女霸总2个角色都受到了吐槽，又让人感觉有时候演技也不是万能的。这就好比在村头的个老大爷，他虽然年纪大，但身体硬朗，种地、养鸡、带孩子，样样拿手。但有一天，你让他去开飞机，那他可能就有点为难了。不是他不够厉害，
而是因为这飞机他没开过，谁能一下就学会了呢？同理，谭松韵的演技虽然好，但这两个角色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沉淀，才能让人更好的接受。谭松韵这张娃娃脸，真是让人一看就想起那些清纯可爱的小女生，那种青春洋溢的气息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呵护。她的身材也是那么娇小，让人有一种保护欲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气场强大、凌厉的角色和她真是差远了。所以啊，有时候演技虽然重要，但也不是万能的。谭松韵在影视剧中的表现，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。对此，大家是怎么看呢？